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为什么直男属性的王一博对女生避之不及，却唯独对赵丽颖处处偏爱？在娱乐圈的浩瀚星河里，王一博无疑是最特殊的存在之一。他身上那种天然的直男属性，既让人觉得新鲜，也成为他与其他流量明星之间的显著区别。所谓直男，在大众语境中往往指的是一种性格直接、不懂浪漫、不擅长表达情感的男性特质。而在王一博的身上，这种属性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了他的个人标签。从他刚出道到成为顶流，王一博一直以冷静、沉默寡言著称。他在综艺节目中往往话不多，甚至有人调侃他是冷脸专业户。和其他男明星在镜头前侃侃而谈，主动营造氛围不同，王一博更倾向于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问题，避免任何过度的表达。这种惜字如金的态度，让人觉得他身上自带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场。更有意思的是，王一博在面对女嘉宾或者合作女演员时，往往保持着明显的距离感。无论是在综艺舞台上，还是在影视剧发布会、路演等场合，他都表现出一种下意识的克制。他很少与女星有过分亲密的举动，不会主动拉手，也极少做出一些容易被媒体捕捉为暧昧的互动。这种态度让他在粉丝心中被定义为钢铁直男，既不懂花言巧语，也不会轻易释放暧昧信号。他的这种冷淡甚至被解读为对女性的避之不及，仿佛一条清晰的界限被画在眼前。王一博的直男属性还体现在他对工作的高度专注上。无论是作为歌手、舞者还是演员，他始终把专业放在第一位。在拍摄现场，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呈现动作的标准、镜头的精准感，而不是如何与女演员制造火花。这种态度看似冷漠，实则是一种自我保护与职业谨慎。毕竟，在复杂的娱乐圈，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可能被放大解读，甚至成为绯闻的导火索。他的粉丝常常调侃，别人家的艺人是营销恋情，他家艺人是自动隔离。这种自带防御的姿态，也让他在绯闻缠身的娱乐圈中保持了一份罕见的清白。虽然王一博的直男属性让他看上去有些冷漠，但正是这种冷漠，反而成为了他的独特魅力。在一个充斥着虚伪笑容和过度亲热的圈子里，王一博的冷静与疏离显得格外真实。他的粉丝认为，这是他最珍贵的地方，不懂讨好，不会刻意迎合，而是始终坚持自我。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一部分观众认为他的高冷是刻意营造的人设，甚至有人觉得他不懂尊重女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种冷淡其实是他真实个性的一部分，而非人设包装。如果进一步剖析，会发现王一博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直男特质，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从练习生到偶像，他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成长，缺少与外界的社交交流，更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训练和自我提升上。长年累月，这种专注让他形成了内敛、克制的性格，也让他在面对异性时更加谨慎。另外，王一博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一直很单纯，他不喜欢复杂的社交，也不愿意因为一些表面的互动而被误解。于是，他干脆选择保持安全距离，宁可显得冷，也不想被贴上莫须有的标签。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对王一博的感情世界格外好奇。很多人都在猜测，这样一个对女性避之不及的直男，如果真的遇到了心动的人，会是怎样的模样？他的冷漠会不会被打破？他的防线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松动？这种期待正是后续他与赵丽颖合作时引发巨大讨论的心理铺垫。
因为在观众心中，王一博的直男设定已经牢牢建立，而赵丽颖的出现恰好成为这个设定中的唯一例外。通过对王一博直男属性的剖析，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当他在与赵丽颖互动时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度，会让大众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这种鲜明的对比也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如果说王一博的直男属性是一道坚固的高墙，那么赵丽颖的出现就像一道缝隙，让人看到了光。长期以来，王一博在大众眼中几乎是拒绝与女性亲近的代名词，但唯独面对赵丽颖时，他表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反差自然引发了外界的无限遐想。王一博与赵丽颖的合作最初源于影视剧的缘分，在剧中，他们饰演的是既有感情纠葛又有深厚羁绊的角色。荧幕上的互动常常需要眼神交流、肢体配合，这对习惯保持距离的王一博来说，本应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不自在，反而显得格外投入。这种投入并不是职业演员的常规要求那么简单，而是能让观众透过镜头看到一种真切的化学反应。正因为如此，粉丝才会反复重看两人的互动片段，试图从中捕捉到真实感情的蛛丝马迹。除了剧中的对手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发布会、综艺、路演活动中的真实互动。眼神交流，王一博一向在公开场合少有与女演员深度对视的场景，但面对赵丽颖时，他往往能自然地对视，甚至不时露出轻微的笑容。保护姿态，在拥挤的红毯或舞台上，王一博多次下意识地为赵丽颖挡人群、让路，甚至轻轻伸手示意她走在前面。小动作，粉丝们最喜欢放大的瞬间，莫过于王一博帮赵丽颖整理话筒，默默关注她是否站稳等细节。这些动作虽然微小，却和他一贯冷漠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细节让人觉得他并不是对所有女性都一视同仁地保持距离，而是会在某些特定的人身上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耐心和温柔。为什么偏偏是赵丽颖？一方面，赵丽颖在圈内以亲和力和真诚著称，她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性格，反而自带一种温柔的亲近感。这种气质恰好能化解王一博的疏离。面对强势的女性，他可能会本能的退缩，但赵丽颖的温婉和善良却让他卸下心防。另一方面，赵丽颖作为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照顾是有目共睹的。她没有架子，也不会让王一博有压力，反而能以朋友甚至姐姐般的身份相处。这种亦师亦友的氛围为两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正因为王一博对女性一贯的疏远态度，当他对赵丽颖表现出魄力的一面时，这种反差才会格外明显。比如，过去他从不和女明星主动互动，但在一次采访中，他会耐心听赵丽颖说完，甚至顺着她的话开玩笑。又比如，在舞台上，他会主动调整站位，让她更舒适。这种点滴累积的反差，足以打破直男冷漠的固有印象，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是否意味着赵丽颖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两人的互动被不断剪辑成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有人直言，王一博的高冷设定只在赵丽颖面前失效。也有人开玩笑说，赵丽颖是唯一能攻破王一博防御的人。与此同时，舆论场也有不同声音。一部分网友理性分析，认为这可能只是工作需要和团队安排，但更多的观众愿意相信，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超越同事的默契。正是这种暧昧不明的氛围，让话题热度居高不下。从逻辑上看，王一博并不是一个会轻易改变自己习惯的人，他的冷漠不是表演，而是深入骨子里的性格。但即便如此，
他仍然在赵丽颖面前表现出了更多的松弛与在意。这种唯一例外的存在，不仅让粉丝感到浪漫，更让外界对他们的关系充满好奇，是单纯的合作默契，还是心底真实的情感？赵丽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王一博直男属性的绝对设定，也让这段荧幕搭档关系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它就像一道柔和的光，照进了那道冷漠的高墙，让人看到了王一博隐藏在背后的另一面。而这种反差，正是后续他们互动持续发酵，粉丝不断课堂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赵丽颖的出现是打破王一博直男壁垒的关键，那么两人在荧幕内外的互动细节，则是粉丝们不断课堂的源泉。正是这些或大或小，或真或假，或刻意或自然的瞬间，被捕捉、放大、解读，逐渐演变成网络热议的话题。要理解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细节无疑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舞台或者采访现场，王一博一向以低头族著称，他常常避免与人深度对视，更不会随便朝镜头抛媚眼。然而，在与赵丽颖同台时，观众们明显感觉到他的眼神不同了。在某次发布会上，当赵丽颖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时，王一博目光专注地望着她，甚至全程保持注视，眼神中带着一种耐心与柔和。还有粉丝剪辑出眼神合集，其中多次捕捉到王一博下意识望向赵丽颖的瞬间，那种带着欣赏，甚至是依赖的眼神，被网友称为眼神杀。在一个直男少有情感外露的世界里，眼神的变化往往比语言更有力量，这也是让无数粉丝疯狂的理由之一。王一博在公开场合与女明星的肢体接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总是谨慎地保持距离。但在与赵丽颖的互动中，这种安全距离似乎被悄悄打破。在一档综艺的游戏环节，王一博需要和赵丽颖靠得很近完成任务，他没有表现出不自在，反而显得自然，甚至主动协助她完成动作。在红毯合影时，他会下意识调整自己的站姿，留出最舒适的空间给赵丽颖，并在镜头中保持协调的距离。有粉丝注意到，他曾轻轻拂过赵丽颖的手肘，动作很小心，但却展现了关怀的意味。这些细微动作虽不足以证明感情，但对于一向冷淡的王一博来说，却显得弥足珍贵。语言交流是最能体现关系亲疏的途径。王一博平时寡言少语，采访时常常以“好”来作答，但面对赵丽颖，他的语言风格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次联合采访中，赵丽颖开玩笑调侃自己年纪大了，王一博立刻接话安慰，甚至说出“不会啊，你看起来很年轻”。这种带点暖意的回答立刻引发网友热议。在综艺环节里，他也会跟随赵丽颖的话题走，不再只是机械式回应，而是主动补充、逗趣。最典型的是，当主持人问及两人合作感受时，王一博没有像往常那样说挺好的，而是详细描述赵丽颖在片场的敬业精神，言语中透着尊重和欣赏。对于一个话少的直男来说，这种语言上的松口无疑是一种巨大突破。在一些大型活动中，粉丝们常常会发现王一博展现出的保护欲。在舞台上下台时，他会悄悄观察赵丽颖是否穿着高跟鞋，是否需要帮忙。在采访环节，他会把话筒调整到她合适的高度，或者默默把她的话筒线整理好。当现场出现嘈杂和拥挤时，他会自然而然地挡在赵丽颖身前。这种保护欲并不是所有男明星都会展现的，特别是王一博一个对女性一贯保持疏离的人，却在赵丽颖面前表现得如此自然，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更深层次的情感。如今，任何一个互动细节都逃不过粉丝的显微镜，从眼神到动作，从笑容到呼吸，
粉丝们都能捕捉并放大。有粉丝做过手部合集，发现王一博在和赵丽颖同框时，手部动作明显紧张又拘谨，但偶尔还是会忍不住做出小小的靠近。还有人统计过同频笑容，发现两人在节目中笑的频率和时间段高度一致，仿佛默契天成。这种课堂式解读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恰恰说明他们的互动在观众眼中是与众不同的。这些互动细节是纯粹的工作需要，还是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个人情感？这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理性分析会认为，演员在宣传期需要保持亲近感，这些小动作未必带有私人感情，但情感化的粉丝更愿意相信，这就是爱情的蛛丝马迹。无论答案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王一博的这些细节表现已经打破了他一贯的直男模式。正是这种变化，才让两人的互动持续发酵，形成了全网范围的热议。王一博与赵丽颖之间的互动细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眼神、动作、语言，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成为大众解读的素材。这些细节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王一博，也让赵丽颖在他生命中显得格外特殊。或许这就是所谓魄力的温柔。在王一博与赵丽颖的合作和互动过程中，最热闹的并不只是舞台和镜头本身，而是荧幕外的舆论场。粉丝、网友、媒体共同构建了一张庞大的解读网络，他们从无数细节中挖掘蛛丝马迹，甚至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阵营和立场。可以说，舆论的热度与多元解读正是这段特殊关系得以长久发酵的重要原因。在粉丝圈内，有一大群自称课堂党的网友，他们坚信王一博与赵丽颖之间存在超越普通合作的情感。细节派，他们会用显微镜般的眼光观察每一个视频片段，例如王一博看赵丽颖的眼神、舞台上的小动作，甚至两人说话时的语调变化。每一次异常都会被解读成甜蜜信号。故事派，有些粉丝会根据两人的互动编织成浪漫的故事情节，甚至制作成同人视频或文字，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这些内容往往充满想象力，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他们很特别的认知。情感投射，许多课堂党本身就是王一博或赵丽颖的粉丝，他们把自己对偶像的喜爱投射到这段 CP 身上，从而获得情感满足。在他们眼中，王一博的冷淡只对其他人存在，而赵丽颖则是唯一能让他展现温柔一面的例外。与课堂党不同，理性派的网友则更愿意从职业角度看待两人的互动。他们认为演员在合作期间表现出默契与亲近，是为了角色需要和作品宣传，这是行业的常态。在发布会或综艺上的互动，很多时候是节目效果或者团队策划的结果，而非真实情感的流露。王一博虽然在赵丽颖面前显得更自然，但这可能与赵丽颖的亲和力和前辈照顾后辈的关系有关，而不是所谓的爱情迹象。理性派的声音提醒人们不要把娱乐圈的职业行为过度浪漫化。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这段关系持积极态度。部分王一博粉丝担心 CP 热度会模糊他个人的事业发展，希望他保持独立，不要被捆绑营销。他们甚至会反对刻薄影 CP 的行为，认为这会消耗偶像的人气。部分赵丽颖粉丝则担心，她作为一位早已成名的女演员，被拿来和年纪更小的王一博绑定，会削弱她的独立性和专业形象。此外，也有网友认为，互动解读过度消费了艺人的私人空间，把普通的职业合作上升到感情层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臆想。这些声音虽然不像课堂党那么热烈，却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必要的平衡。在粉丝和网友的热烈讨论中，媒体往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娱乐新闻、短视频平台、营销号不断挖掘和剪辑两人的互动片段，用夸张的标题吸引流量。比如，王一博对赵丽颖露出罕见笑容，直男崩塌瞬间，王一博竟然主动为赵丽颖让路。赵丽颖是唯一能撬开王一博心门的人。双引号，这些标题看似劲爆，却进一步强化了观众的既有印象，使得舆论场持续发酵。在当今的娱乐圈， CP 文化、配对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粉丝现象。网友们喜欢把两位明星组成荧幕情侣，并赋予他们超越作品的浪漫想象。王一博与赵丽颖的互动恰好契合了这一文化。他是冷酷的直男偶像，她是温婉坚韧的女神前辈。两人的反差与互补，正好满足了 CP 文化的核心逻辑，越不可能，越让人心动。因此，无论是主动课堂的粉丝，还是被动被推送的路人，都很容易被卷入其中。不过，这种解读与热议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两位艺人来说，适度的 CP 话题可以提升作品热度，带来曝光和讨论度。但如果话题过度发酵，就可能导致粉丝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不必要的负面争议。长远来看，这种绑定也可能对个人事业造成困扰，让他们在未来的合作中承受更多压力。因此，如何平衡课堂热度和个人发展，成为艺人和团队必须谨慎面对的问题。综上所述，网友与粉丝的解读，既是王一博与赵丽颖互动热度的推动力，也是舆论复杂性的根源。有人课堂，有人理性，有人反对，而媒体和 CP 文化又不断放大这一切。在多重声音的交织下，两人的关系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也愈加耐人寻味。王一博与赵丽颖的互动，自从合作有翡以来，就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观众们不仅仅是在追剧，更是把目光投向了剧外二人的点滴交流。尤其是王一博作为直男标签极重的代表人物，他在面对赵丽颖时展现出来的种种例外，让 CP 粉们疯狂磕糖，也让路人忍不住好奇，他们之间究竟只是单纯的前后辈关系，还是另有深意？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有关博影 CP 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粉丝们会截取两人对视的画面，配上浪漫的 BGM， 瞬间营造出甜到齁的氛围。比如某次发布会，王一博难得主动帮赵丽颖搬椅子，这个小动作就被剪成了无数个短视频，在短时间内播放量突破100万。网友调侃，别人眼里是绅士风度，但王一博的粉丝知道，这就是史无前例的破格待遇。双引号，不仅是粉丝，媒体也对这种互动兴趣浓厚。娱乐记者常常用姐弟搭档、最佳拍档、意外的温柔来形容二人关系，而这种话语选择本身就进一步放大了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在娱乐圈，类似的合作很多，但能激发如此强烈 CP 感的组合并不常见。这说明观众在两人身上感受到了真实而自然的情绪流动，而非刻意营造的宣传效果。与此同时，舆论的声音也分为两派，一派是坚决的 CP 粉，他们深信王一博对赵丽颖的态度已经超越了普通同事，甚至喊出锁死博影的口号。另一派则保持理性，认为这只是前辈与后辈之间的互相尊重。理性派还会提醒大家不要过度解读，明星也需要私人空间。这种争论不仅没有熄火，反而因为意见的对立，使得话题持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地位与口碑，也让这段例外互动有了更多层意义。赵丽颖作为顶流女演员，经历了从农村女孩到国民女神的蜕变，她身上的励志故事感和亲和力，使她获得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因此，
当他和王一博这样年轻的偶像明星产生交集时，观众天然会觉得这是一种跨世代的奇妙火花。对于王一博来说，这样的舆论热度无疑也是一种助推。虽然他一直强调自己不喜欢被过度关注私生活，但公众舆论却不可避免地把他和赵丽颖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效应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既是冷酷的直男，也可以在面对特定的人时展现出柔情的一面。而这种反差恰恰满足了观众对高冷少年动心的浪漫想象。不少品牌方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一些代言活动中，王一博和赵丽颖的同框图常常被用作营销素材，因为这种姐弟感、保护欲的氛围能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比如有品牌在宣传短片中刻意让两人同框出现，借助二人自带的话题热度，为产品制造话题度和亲近感。当然，也有人担心这种 CP 化的讨论会对两位艺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王一博，他的粉丝群体以年轻女性为主，过度的 CP 营销可能会引发部分粉丝的不满。但从整体来看，大多数粉丝都能区分戏里戏外，更多是把这种互动当作饭后谈资和情绪寄托。赵丽颖方面则相对淡然，她本身经历过多次合作与绯闻，深知如何处理公众解读，因此她的态度是以作品说话，不被流言左右。综上，第5部分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王一博与赵丽颖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私人关系的展示，更是娱乐圈舆论和观众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由例外引发的热度，使他们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也为二人带来了额外的曝光和商业价值。对粉丝来说，这是一种甜蜜幻想；对两位艺人来说，则是如何平衡公众期待与个人生活的一场考验。